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存在着许多神奇而又具有特色的村庄。它们或是藏在不为人知的大山深处，在难以深入的大漠之中，过着遗世而独立的生活；又或是隐于人群流动的城市边缘，坚守着千百年的传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眼见中国推出100个中国村庄特别系列，带领对中国感兴趣的你，去揭开一个个东方村落的神秘面纱。今年山西的名胜古迹在互联网上频频出圈，不少人因此知道了山西这个默默守护着许多名胜古迹的地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小村。据说这里的村民都是岳飞的后人，600年前逃难到此处，在悬崖上安了家。这里裸石擎天，玄潭飞瀑，在太行山的一处悬崖峭壁上，他们竟用石头建了一座世外桃源。村里所有建筑无一砖一瓦，皆以石材构筑，保持了最原始的生态风貌，称得上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石头文化博物馆。它就是岳家寨村。据历史资料考证，岳家寨村村民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当年岳飞被奸臣所害，其3儿子岳灵带着家眷从河南汤阴逃难于此，看到这里山大沟深，人迹罕见，而择居定住，从此隐姓埋名，对外为躲避追杀，依据地势取名为夏世豪，对内则称作岳家寨。2019年，岳家寨村被评为第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岳家寨村位于平顺县石城镇漳河南岸，山西、河南、河北3省交界处不远处的深山之中。全村只有38户人家，约80口人。整个岳家寨是由2个自然村组成的，2村之间相距不到1公里。这里山环水绕，人烟稀少，四周地势险要，层峦叠嶂，易守难攻。村庄坐落在断层形成的山体平台之上，被悬崖包围，极为隐秘，几乎不被外人所知。垂直的石梯直插云霄，远远看去，整个寨子就像是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因此，岳家寨有着太行空中村之称。岳家寨村四周环抱着群山，悬崖峭壁环绕如带。村前屋后筑坝成堤，弯曲成扇，顺着山沟而建。岳家寨村地处太行山山脊南侧，西北依山脊，东南临绝壁，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天然仙境。寨子外围的山峰逶迤连绵，沟壑纵横交错，给来访者带来了无尽的惊叹。特别是沿着太行天路之上的桃源古道，壮丽的景色更是让人流连忘返。这条盘旋而上的山路绵延曲折，一边是陡峭的山谷，一边是几乎呈现直角的绝壁。秋天来临时，红叶满山，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从山顶往下望去，岳家寨就像一幅立体的五彩画，用石头垒砌成的建筑与周围的山峰、悬崖融为一体，构成了壮丽而独特的景观。顺山开辟的层层梯田，着绿披红，村民们皆怡然自得。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村落不大，石头却是整个寨子里的主角。房屋是石头盖成的，石头垒墙，石板盖顶，石板铺地，有的楼房的楼板也是石板，几乎见不到其他的建筑材料。这是因为从古至今，这里交通不便，与外界物流不畅，历代村民只能就地取材，将石头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的道路是石头铺的，台阶是石头砌的，路边有石头栏杆，饭棚下是石头锅台，院子里有石桌、石板凳，牲口圈是石头栏板、石头槽，有很多人家还有石头井、石头水缸，甚至有的人家还有石头柜子、石头板箱。村里还随处可见许多石盆和大小石臼。石盆是妇女们用来洗衣服的，下边有放水的石孔，加水时堵上石孔，洗完衣服放开石孔，脏水很方便的就流出去了。而石臼的用途则根据大小会有不同，大的石臼用来加工粮食，小的石臼大部分放在家里的灶台上，是用来捣制辣椒、葱、蒜、杏仁等食用调料。石头院落一个连着一个，精雅有致，依山而起，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一片青白色，远远看去，真有点像是西藏的布达拉宫。窑洞也是石头铸的，除了门窗以外，
全部是经过加工的各色各样的石头，以石入诗，以石为画，无不体现了村民靠山吃山的智慧。整个村庄就是石头的世界，无论是建筑、街道还是日常工具，石头无处不在。寨子内外的石头建筑错落有致，显得古朴而典雅，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人们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目光所及看不到任何现代的标志物品，这里没有一个电线杆，房顶没有一个太阳能，一个信号接收锅。走进小村，就像穿越了时空。游客们静静感受着岁月留下的痕迹。石头建筑不仅给寨子带来了独特的风貌，也展示了当地百姓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的生活态度。深山老林里，土地极其贫瘠，在街巷边，在梯田间，在石崖上生长着粗大的榔树、梨树。没有树坑，没有土壤，粗犷的树干直接从石头里长出来，自然之神力，生命之顽强，令人惊叹。几百年来，村民们用手抠出了共计2000级梯田，面积达到200亩。梯田有的大如球场，有的小如片席，从山脊整齐筑到山根。也许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条件环境，形成了岳家寨村独特的民风民俗。走到村子的中央，你会看到一棵巨大的树，阳光艰难地穿透叶层，投下点点光斑。布满皱褶的树皮让它看起来像一位饱经风霜但仍然身子挺拔的老者。这棵树已存活近1000年，此树的品种为狼树，本名红丝狼，是这里最年长的长老。历经1000年雨雪风霜，仍然根植大地，巍然屹立，用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后人的生活。其茎干粗壮，树形奇特，古态盎然。其树叶茂密，叶片油绿光亮，冠盖如云。古树见证了岳家寨的岁月流逝，一幕幕历史的印记牢牢刻在了坚韧的躯干上。老树的躯干早已被石化，仿佛与这座古老的石寨融为一体。数百年来，神树用它灰褐色的树皮、青绿色的树叶，在灾荒年间多次救下村民性命，因此被当地人奉为神树。神树的气根如长长胡须，直垂地面，有的突出地面的粗大的树根，或牢牢地把住坡石，或用力地伸向远处坡下，扎进泥土里。每当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还会祭拜供奉此树，已经延续近900年。据传说，岳飞3子岳灵初到此处，夜晚此树化为一白发老翁，对岳灵讲：“我在，岳家后代就在。”岳灵将军顿悟此为神佑忠良，立即决定定居于此地，并立下族规，后人需世世代代保护且敬拜神树。传说年代久远，口耳相传，当然是不一定为真，但是这棵古树实实在在地陪伴岳家寨人度过近1000载，被此地居民奉为守护神。说到岳家寨的人口组成，全村的38户80余口人，除2家为外姓人外，皆为岳家后人。600年来，后人们一直保存着一张族谱，以证明他们是岳飞的后人。2010年，根据尊重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艺伎的原则，夏石壕村地名终于正式更名为岳家寨村。每年农历2月15，在杭州岳飞庙，岳飞长子岳云的后人们都要在那里举行祭祀大典，纪念岳飞诞辰。同一时间，在1000多公里之外太行山深处，岳家寨村也在举行祭祀活动。沿着山间小路向东几公里，群山环抱中有一座不大的岳飞庙，建筑保留了岳家寨石墙石瓦石屋风貌，与全国几大岳庙相比，虽然略显简陋，但古朴典雅。这是作为忠良之后的岳家寨人为了纪念先祖，尽其所能修建的一座庙宇。每逢岳飞寿辰，岳家寨人都会自行来到庙中祭拜祖先，这是后人对祖先精忠报国精神的敬仰，也是对此精神的不断的延续和发扬，更是为了借此来鞭策后人。从这座岳庙往东远眺，就可以看到传说中的卸甲路，这是隋末唐初夏王窦建得兵败逃亡的地方。据村里的古稀老人回忆道，当年隋末农民起义，英雄窦建德与秦王李世民交战败北，逃亡途中慌不择路。窦建德在经过岳家寨时，发现寨子四面悬崖峭壁，无路可行，
只有一条几乎垂直的石头路通往山下，此路为天然形成，并非人工修建，所以地势极为险峻，小到例如峭壁，稍有不慎，掉下悬崖就会一命呜呼。哪怕身份显赫的窦王，也只得卸下沉重的盔甲，从岳家寨古道上攀援而下，实属绝处逢生。因此，这条路被后人称为卸甲路。不远处是他丢弃玉印的地方，一块四四方方的巨石悬挂在半山腰，仍然清晰可见。在对面的山顶上，还有一座因山石风化而形成的童子拜佛像，更让人浮想联翩。村前缓缓流过一条河，叫做漳河，这里也是鼎鼎大名的红旗渠渠首。今天的红旗渠已不是单纯的一项水利工程，它已成为我国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红旗渠精神激励着数代岳家寨人，岳家寨用3代人30年，硬生生在山岭间劈出一条天路。这条路被村民们命名为桃源古道。为了修建桃源古道，岳家寨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个世纪70年代，村里决定在涿漳河南岸红旗渠边修建一条通往石城镇的公路。在引爆炸药炸山取石时，发生了意外，有村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村民们在碎石间只捡起了一脸盆的遗骸。这条路修了整整10几年，直到1988年才终于通车。岳家人走在这条天路上，也许会思绪万千，心意难平。每一级石阶都记录着岳家人的奋斗过往，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先辈们的辛勤付出。2009年，政府修建的一条柏油路终于通到了岳家寨村口。岳家寨人彻底告别了山间危险的绝壁古道，告别了山高路远的生活。时至2022年，太行1号旅游公路建成通车，全长35公里，历时3年所建成。这条太行天路让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了岳家寨，把这样的古村落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岳家寨逐渐成为旅游胜地，也带动了当地民宿的发展。如果来到岳家寨村，还有一个地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就在离村不远外的山坡上，有一座千年古刹龙门寺。这座古刹可了不得，它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5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龙门寺不仅历史久远，其规模也十分宏大。目前围墙围起来的面积约5900平方米。龙门寺寺院坐北向南，总体布局共分3条轴线，每条轴线上有前后数座院落。在中国现存的古代建筑中，是仅存的集5代宋、金、元、明、清建筑于一寺的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河谷内历史最悠久、现存文物建筑最多、跨度时间最长、石刻史料最丰富的寺院。岳家后人就在龙门寺的庇护下，安静无忧地度过了数百年的光阴。岳家寨内古迹大都保存完好，是太行山区不可多得的一处特色村落。除了前面提到的古道、卸甲楼、太行天路、千年狼树，此地的美景奇景几乎俯首即是。进入岳家寨的第一道门户，是一个连贯2条公路的隧洞，又被称为桃花源洞，因为酷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得名。洞的入口附近有一处泉水顺沟而下，最后在悬崖绝壁处形成了落差近40米的一道瀑布。这道瀑布有个特点，就是在即将流下悬崖时，水流因被石头阻挡而打了一个弯，于是在石壁上冲出了一个弯弯的石槽，远远看起来像一个蜗牛的壳，白亮的泉水就成了灵动的蜗牛。于是村民们形象地把这处瀑布叫做蜗牛瀑布。再有就是3潭映月、凤凰台、降龙树，以及与岳家寨后庄遥遥相对的东边高山窟窿山，加上前面所提，总共可以汇成岳家寨村10大奇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岳家寨的年轻人大多都去山外上学、打工了，留在这里的只有年迈的老人。黝黑的脸庞、瘦削的身体、粗糙的大手、佝偻的脊梁、坦率的性格、憨厚的笑容、朴实的话语，构成了岳家寨村民最真实的样子。由于这里离镇上很远，他们1年只去1-2次集市，有些老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里，或许是因为路途遥远不便，
可更多的是因为内心一直不愿离开这寂静的大山深处，也不向往喧嚣的山外城市。也正是这些原因，岳家寨村村民的生活习性非常古朴，也保留了很多旧时代的产物。比如供销社，它是计划经济时代为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随着商业发展迅速，供销社代售点早已消失在大多数人的视野中，但是岳家寨的供销社一直还在运营。自1971年建成到现在，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代销员岳晚曾老人，把40余载时光奉献在这里。历年来获得的奖状已经贴满了石头墙壁。如今，很多古村落因为急着开发搞旅游，丢失了原有的味道，这也让人开始为岳家寨村的未来感到担忧。村支部书记岳先来坚定地承诺道：“我一定会保证岳家寨的古色古香、原汁原味。”为此，这位书记一鼓作气，把村里的电线杆全砍了，电线都藏起来。只因搞摄影的老师们提到这些电线影响画面构图，显得画面杂乱。修建石头房费工费料，成本很高，而修建现代的砖瓦房施工时间短，建造成本低。村支书在任的20多年里，他挨家挨户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劝大家，给大家伙讲道理。最终，书记与村里的老百姓共同立下2个不的规矩：修旧如旧，不破坏村庄原风貌；诚信经营，不破坏村庄声誉。就是村里所有的房屋，外墙都必须是石头垒砌，屋顶都必须用石头片做瓦片。家里的热水器不能用太阳能，要用可以藏在室内的电热水器。房顶上不能出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破坏岳家寨村的古朴风貌。并且世世代代老一辈的岳家人都会向子孙后代传授岳家祖训、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原则，让岳家寨村的外观和内里都不受现代的侵蚀，不仅寄托了游子的乡愁，而且保护了古寨的传统风貌。全村目前有大小共15家民宿，悬崖居、鱼跃山居、仙人居等民宿成了旅游达人的网红打卡点。尽管大大小小的旅游团进入村里，给村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玩意儿，但村民们依旧保持着淳朴善良的本性。你听说过一晚上10元、20元的民宿吗？没错，在岳家寨村，你就可以花这么少的钱，在农民的民居里住一晚，一餐也差不多10块钱，便宜到不敢相信。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堪比5星级豪华酒店的悬崖酒店，也不过1晚600左右。相比城市里的酒店，那可算是性价比满满了。通过对村上的旅游资源进行统筹，对村民家的族谱整理归纳，对千年榔树、岳飞祠堂等景观加以保护，把当地人爱吃的香椿、龙柏芽、楼斗菜、花椒芽菜、芽葱等野菜做成美食，初步形成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赏叶、冬可赏雪，雨后观云海，四季有美食的旅游风貌。原生态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岳家寨在旅游圈变得小有名气。现在，岳家寨也一跃成为年均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村民人均增收1万余元的旅游村。岳家寨在太行山深处，以其独特的山间风光和特色的石头建筑而被大众所知晓。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不仅有着壮丽的山水，还有淳朴勤劳的村民。走进岳家寨，就像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古代的岁月。青石民居、石板路、石头建筑等，处处彰显着古朴和美丽。无论是山村、山寺、山路，还是村民的生活，都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条古道见证了太行人民开山辟路的奋斗历程。悬崖峭壁，开山炸石，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一条水渠记录了太行人民团结协作的精神。太行深处，卓漳河边，红旗渠源头，激励着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干事创业。一座院落，石头铸就，以石为画，以石入诗，构成了一个诗情画意的石头世界。一座山寨，偏居太行一隅，群山环绕，风景秀丽，人烟稀少，民风淳朴。总之，
岳家寨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世外桃源。往日风起麦田涌，悠悠天地间的村落生活，正在变成拔地而起的别墅新楼。往日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的乡间光景，正在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在自然村正以每天80个的速度消失的今天，岳家寨村保护村落原貌的意识走在了许多村落的前面。但是谁又可知，这些早已年迈的村民的坚守，能到多远的未来呢？所以，不妨趁现在就来这里走走看看，把它的样子记在心里。了解了这个古朴而又坚韧的村落，你是否心向往之呢？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内容。如果喜欢，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